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7月20日新闻头条：以美签署汉马协议，阿布沙巴部反对哈马斯，萨贝特定点清除，叙德鲁兹遭种族清洗，伊朗修复防空系统。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加沙全境持续作战。2025年7月10日，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全境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在努西拉特地区的空袭中，成功暗杀了哈马斯武器生产总部开发与项目部门负责人巴沙尔·萨贝特，此人负责组织武器研发与库存重建。同日，第98师在加沙城开展定点清除，空军打击试图接近以军的恐怖分子团伙。第99师与第162师在北部展开搜剿并摧毁地下通道与恐怖设施。吉瓦提旅在贝特哈嫩歼灭多名恐怖分子。加沙师143在南部摧毁数十个目标，并发现多个竖井。过去24小时内，空军联合地面部队打击了全境约75个恐怖目标。以军扩大加沙地面与空中联合打击。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展开密集军事行动，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重点在贾巴利亚打击恐怖分子基础设施，以拆除数百个与哈马斯有关的设施，缴获大量武器，消灭数十名恐怖分子。在贾巴利亚，战斗工兵发现并摧毁一条长 2.7 公里、深约20米的地下隧道网络。在贝特哈嫩，以军空袭恐怖分子地下据点，并在近距离交战中击毙数名敌人。全加沙地带范围内，以军拆除多处基础设施，找到隧道竖井，并进行精确空袭。仅过去24小时内，空军袭击约75个恐怖目标，包括武装分子、营地及战略基础设施。萨贝特被定点清除。7月10日，以军成功定点清除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巴沙尔·萨贝特，他是哈马斯生产总部的武器工程师，曾在努塞拉特负责武器研发与重建武器库。以美签署汉马车辆协议。以色列国防部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签署一项价值5亿新谢克尔约 1.5 亿美元的协议，向以军提供数百辆汉马轻型战术车辆。协议包含后勤支持与维护服务，首批12辆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新车辆将用于部队运输、医疗后送、后勤保障及持续作战期间的通讯任务。内塔尼亚胡因食物中毒居家休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因食物变质导致肠道炎症，于昨晚接受哈达萨医院专家诊治后，目前在家休养。他被评估为病情稳定，正在接受静脉输液治疗，并将在未来3天内继续居家工作，处理国家事务。非政府组织发起支持总检察长宣传。可能由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优质政府运动，今晨在公交车上发起广泛宣传活动，以支持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宣传标语为：你永远不会独行，因为他将于今明2天被解职。部长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罢免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的建议，提案现已提交至政府全体会议，待作出最终决定。以军击毙真主党南黎巴嫩指挥官。19日，以色列国防军消灭了真主党位于黎巴嫩南部约莫尔哨所的指挥官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萨拉赫。萨拉赫曾负责重建真主党在该地区的恐怖基础设施。以军确认了此次行动，并重申其致力于消除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约旦部族威胁回应以军干预叙利亚。约旦部落与氏族委员会对以色列发出警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若在叙利亚南部进行任何军事干预，将遭到约旦部落子孙的立即反击。
以军在戈兰高地修建安全墙。作为预防性防御措施，以色列国防军已在戈兰高地开始修建混凝土安全墙，以应对来自叙利亚方向的跨境渗透威胁。加沙北部贝特哈嫩遭以军最大规模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在夜间对加沙北部贝特哈嫩发动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猛烈袭击。爆炸场景被内蒂夫哈阿萨拉的闭路电视摄像机拍下，回响波及整个以色列南部，甚至传至犹太和撒玛利亚部分地区。此次行动是对7月7日致命伏击事件的回应，当时5名以军士兵丧生。以军首次向戴尔巴拉赫地区发出撤离令。作为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已向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的居民发布疏散命令，这是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在该区域采取行动。以军声明指出，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将其行动扩展到此前从未开展过的区域。阿布沙巴布挑战哈马斯，加沙武装领导层内部出现裂痕。人民力量民兵组织领导人亚希尔·阿布沙巴布公开反对哈马斯，主张对话取代暴力，并呼吁与以色列相互承认，建立一个民主非强加的政治体制。哈马斯以叛国罪对其发出逮捕令，阿布沙巴布则无视威胁，因其立场获得了厌倦战争的普通加沙民众的支持。天空新闻记者拍摄画面显示，圣战分子从德鲁兹人手中掠夺他们杀害的对象所拥有的一切。 Look at this row of goods that the fighters are taking out from the direction of Sweda, including all sorts of farm equipment, even farm animals taking out with them as they retreat with their weapons and alongside anything else that they can pick up. Look, this is all farming equipmen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we know that a lot of these fighters have come from other areas of Syria, so this is clearly not their equipment. They're even taking, look, some actual plants that they picked up along the way, bicycles, anything they can get hold of. This may, hopefully, everyone's hoping this will lead to calm and restore peace.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n awful lot for people to return to back in there. 苏维达爆发针对德鲁兹的种族清洗。叙利亚苏维达地区爆发严重暴力事件，贝都因部落及数千武装分子在当地进行种族清洗，沿途屠杀平民，并绑架妇女和儿童进行伊斯兰化。沙特、也门和黎巴嫩的外来阿拉伯部族宣布加入针对德鲁兹的圣战。德鲁兹武装力量成功反击并驱逐圣战分子，但战斗仍未平息。据报，叙方武装团体使用由车臣武装分子指导的无人机参战。至今，联合国、欧盟及西方国家未对德鲁兹大屠杀做出任何表态。天空新闻在 X 频道发布误导性标题，错误将以色列描绘成攻击者。苏维达德鲁兹酋长公开呼吁以色列吞并该地区以保障安全。若屠杀持续，2000名以色列德鲁兹前安全部队成员誓言将加入战斗。叙利亚卫生部公布数据显示，事件已造成301人死亡，2000人受伤。叙德鲁兹领袖先后发声。叙利亚德鲁兹精神领袖希克马特西吉里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保护苏维达德鲁兹人，指控民兵未履行停火协议并持续危害人类罪，要求担保方履行承诺制止屠杀。与此同时，以色列德鲁兹社区精神领袖发布疑似内塔尼亚胡的信息，称以军已进入最高戒备。总理向苏维达死难者表示哀悼，并承诺防止流血事件升级。叙南冲突升级引发区域安全警报。
叙利亚南部冲突引发以色列安全担忧，因靠近边境的阿拉伯部落活跃，恐影响约旦边境及政权稳定。以色列密切关注阿拉伯部落在圣战中迅速响应的迹象。苏维达市战斗在圣战分子撤离后已暂停，叙内政部称部队已部署并恢复秩序，救治1747名伤员，疏散数百个家庭。关于乔拉尼逃亡的传言被否认。最新照片显示，他仍在大马士革活动。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呼吁停止南部地区的暴行，这是首次国际外交表态。与此同时，伊朗称获知美国正准备对其发动攻击。琼布拉特谴责乔拉尼虚伪行径。黎巴嫩德鲁兹领袖瓦利德·琼布拉特警告称，解放沙姆组织头目阿布穆罕默德·乔拉尼两面三刀，一边指挥民兵犯罪，一边伪装成调解者对外协调。叙新政权拖延回应最后通牒。以色列向叙利亚新伊斯兰政权发出的48小时最后通牒即将到期，而该政权持续拖延，称需要几天时间恢复秩序。以色列与德鲁兹派人士警告称，这一拖延实为掩盖对叙利亚德鲁兹人实施种族清洗的行动。以色列卫生部支援苏维达医疗系统。鉴于苏维达医院遭到破坏和暴力升级，以色列卫生部正准备调运医疗设备和物资，支援伤员救治，并支持当地一线医疗团队。贝都因部落扩张威胁地区稳定。以色列官员警告叙南，贝都因部落扩张可能引发大量难民涌入约旦，威胁哈希姆王国稳定，并促成伊斯兰武装分子掌控政权。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我们不信任乔拉尼，今天攻击德鲁兹的团体，明天就可能攻击以色列。川普称将很快释放10名人质。川普总统宣布将很快释放另外10名人质，以色列方面则较为谨慎，表示谈判进展缓慢。一位参与谈判的政治人物表示，谈判面临诸多困难，以色列希望取得成果，但哈马斯的拒绝令人质疑其意愿。伊朗修复防空系统并准备重启核谈判。伊朗军方宣布已更换在6月以色列袭击中受损的防空系统，所用替代设备来自国内预储存装备。同时，伊朗与法国、德国和英国达成协议，预计将于下周重启核问题谈判。纳哈尔奥兹火箭警报为误报。纳哈尔奥兹地区发布火箭警报，误报是由于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北部发生的一次特大爆炸所致。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中部。胡塞武装于安息日晚间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已被成功拦截。以色列国防部长会见美国防长。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高院驳回请愿。高等法院断然驳回达夫尼霍尔茨莱希纳的请愿书。该请愿书要求宣布内塔尼亚胡因其法律诉讼程序而丧失行为能力，这是他多次提出的诉求，长达80页，但法院从未对他收取诉讼费用。又一艘自拍船驶向加沙。亨达拉号将于今日从意大利南部出发，驶向加沙地带。以色列对加沙水域实施了国际法律封锁。高院限制政府解雇部长及法律顾问权利。以色列高等法院法官索尔伯格裁定，政府若批准解雇部长及法律顾问，该决定在司法审查完成前不具效力。对此，卡拉伊部长回应称，高院任何未获明确法律授权的裁定，在未获得议会立法认可前均不具备法律效力。以军暂停女性战斗兵试点项目。根据监测研究委员会汇报，
参谋长决定叫停女性参与高强度战斗岗位的试点计划。报告指出，未经深思熟虑的岗位分配抑制伤病，退役率高，并削弱部队训练效率，损害女兵健康。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反恐行动逮捕70人。本周，以色列安全部队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逮捕70名恐怖嫌疑人，缴获大量资金及数十件武器，包括简易爆炸装置、枪支与弹药。总结，以军加沙持续打击并扩大战线，击毙哈马斯与真主党高官，苏维达爆发针对德鲁兹的大屠杀，以色列戒备，川普称将释放人质，谈判进展缓慢，以美签署军车协议，伊朗拟重启和谈，内塔尼亚胡居家休养，政府与高院持续博弈。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